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远，这是一个美发频道。如果还没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下；如果还没追踪 IG 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不知不觉，这句台词又讲了一整年了。从2018年当 YouTuber 到现在，应该也当了2年了。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2020年总共拍了多少支影片，也跟大家分享2020年观看最高的影片。今年2020年，我总共上了129支影片，如果含这一支的话，就是总共130支影片。我在上半年的时候比较常更新，就是1个礼拜会更新个3支，到下半年有稍微忙一点点，有时候变成2支，有时候1支，但林林总总，我总共发了130支影片，含今天。那我就来看我哪一支影片到底观看会是最高的，然后我也有记录下来。我这次2020年影片观看次数最高的是剪头发不自觉会有的行为，5种行为让发型设计师抓狂。这支观看有19万多，所以这是2020年的冠军，跟2019年的比，2019年好像还是比较高啦，所以2020年算是微微的走下坡。不过拍片拍到现在，我还是很感谢我的拍片伙伴美人鱼。嗨，大家好，我是美人鱼。其实我觉得拍片拍1年是真的蛮累的，因为我工作真的还蛮忙的。除了感谢美人鱼以外，我也要跟大家回顾，就是我这1年大概做了什么事，就是其实不当 YouTuber 我也会做的事情，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刚好有记录拍下影片的东西。就在3月的时候，我们办了一场技术同乐会，是一个北中南的巡回，那一次就真的很忙。然后那阵子很忙，又要发片，那我们也有拍一个影片记录，所以现在应该有播给大家看一点点画面。再来的话就是 Lab 开幕吧，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发过就是开箱影片，因为今年我总共开了2间店，所以我还有开一个油卡开箱的自由店的影片。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年大概6、7月的时候我出书了，我觉得这是最意外的，因为这是当 YouTuber 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当 YouTuber 可能就是变成了所谓比较公众人物的发型师，那因为那时候有出版社觉得我的题材都很好，很帮助到大家，所以我们就合作出了一本整理头发的书，然后我就开始签书会，我就默默的从在镜头前面，然后走到人群里面，然后跟大家签书，然后接下来会比较忙的，就是因为我的小孩出生了。就是10月的时候，我的小孩就出生，所以那阵子我真的比较少发片。对，而且那阵子真的比较忙。而且那阵子你好像也不常看到你，因为我下班就去月子中心，就咻就不见了。也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时间我还在学习分配。你看我现在头发超级乱，还敢出那种教人家整理头发。对，你看我现在这个还戴帽子，很随性。但我是很想要就是跟大家聊聊而已，因为我觉得今年真的就这样过完。不过我觉得很快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是因为疫情，因为这个疫情让我们就是在国内就是不断的做事，然后一直在想要干嘛。而且你今年也算是跟我拍算蛮多影片了的。对，今年就是因为就像你讲疫情，所以你自己内心就会很多东西都变得完全不一样，可能你的方向啊之类的，可能就是也没得玩吧。啊，对了，哎呦，你干嘛讲出来？我觉得就是没得玩，然后我们就还蛮认真的。对，结果真的很认真。说真的很认真，我们以为今年订阅会20万。对啊，我们信誓旦旦说我今年要20，结果现在。对啊，其实我们今年总共成长了几万而已。而且因为中间还有一些人数有掉。对啊，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观看最高也19万。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气馁。不会，我们会继续拍更多更好看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还蛮……你觉得拍片有累吗？拍片不会累，因为我觉得我们节奏很快，可能用到一半，然后说，等下拍片，我说哦好，就是快速。我每次都在想说，我们到底会拍到什么时候？你不会这样想吗？就是奇怪，到底会？可是应该可以一直拍下去。我觉得会一直拍除非有比美人鱼更强的人顶替我吧。我的意思是说我的频道啦。会啦，会一直下去。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我，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还蛮用心拍关于美发的东西。虽然今年算是可能有一阵子大家会看到几次都是业配，但是我不得不说，那个业配我真的是我自己发自内心很想接的，因为从那一些大品牌找到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怎么想，我都觉得那是一种很大的肯定。那些就是离子夹或者是吹风机，那一些很信任我的那些国际品牌，我都觉得一定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我这么专心的在当发型师这件事情才找上我。
不然哪会找我们？对啦，应该是，而且专业形象很重要，可能专业形象吧。不过我是真的觉得那个东西还不错啦，所以才会拍的。而且这一路上真的会有那种每一支影片都会有固定留言的人，好像有有就是会有几个名字，我回头看一下。对，我有很常看到你们，就是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兼职 YouTuber 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就是在平时还在工作，然后我又有在教课，拍了 YouTube 之后就又有更多人想找我剪头发，然后更多厂商邀我去讲课。然后就是好多事，反正今年就是很忙碌的一年了。不过我每次想完之后，明年可能就会变得更忙。因为我想要录 Podcast， 所以大家应该在2021年的时候就会看到我的 Podcast 上线了。因为我就是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再更进步，你知道？虽然订阅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但是我觉得不能只是为了完成订阅数，你就不做其他事情。因为我也希望自己能拍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东西给大家看。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影片我们就是都会中断，你是说改造啊干嘛？不过那真的是有时候是因为疫情啊，不然就是我们忙，就真的没办法。而且我们现在又真的又更忙了，客人太多是不是？因为现在过年有点忙，有点对，刚好快过年了，就是美发的旺季。不过我真的很想感谢大家，就是可以一路支持到现在，我们真的是一路相伴。因为有很多发型师现在也都在拍 YouTube， 然后我好像也算是他们的前辈。哦，你是啊？对啊，我就是觉得还蛮开心的。然后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我也真的还蛮有心得的。然后我也给很多发型师的意见。总之就是有很多发型师透过这个频道认识我。蛮开心也蛮爽的，而且蛮有意义的，因为让大家都更认识。你不觉得店里每次有人来，他说：“哎，是美人鱼，也是蛮开心的。”有啊，有人就会美人鱼我在嗨，就是大家会认识你，会记得你，然后就会每次发个什么东西，他就会在下面鼓励你，其实就真的哦，真的有人在鼓励你。还有上次有人说：“美人鱼现在很忙哦，没办法吃饭，要记得吃饭了。”好，我会吃饭。真的哦，还蛮令人开心的，对，就是很温暖。就我现在不是有小孩子嘛，然后有时候我现实动态不是很爱发那边小孩，然后就会有很多粉丝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样，就会给我很多的建议。但其实这些建议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就是新手爸爸，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要开店，然后又要当好一个设计师，然后又要还叭很多事，讲拍到现在怎么突然很像抱怨影片？变抱怨，可是我觉得这样事情很多，然后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变得，你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好，很爽哦，很爽其实很爽。对，如果能把每件事情都分工做好的话，还真的蛮开心的。对，不过我在2021年对频道还是有一定的期许的，就起码先20万吧。20可以吧？一定要，拜托。对了，我刚才不是有说，就是我要开始录 podcast 吗？我也会为 podcast 再拍一个 YouTube 的频道。我也不知道那个频道到底会拍得怎样，但是我想要很用心的尝试不同的东西给大家看。会不会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说 podcast 对啊 ，podcast 就是 podcast。如果你在你的那个 iPhone 搜寻的话，应该就有内建。podcast 就很像广播电台，所以你就会听到我，就是嗨，大家好，我是志远，就比较温柔的声音。我也没有无时无刻这么嗨啦，但 podcast 的话，就是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聊更多我的想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沙龙的小故事，比如说哪个客人被家暴啊。没有啦，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沙龙小故事、员工的小故事、经营上的一些想法，那也分享更多的知识给大家。有很多知识其实用拼的就可以了。可以啊，反正我还是会把它拍成影片啊，所以到时候在那个频道里面就会看到我带着有加麦克风的 podcast 的影片。那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大家应该真的就很常看 YouTube 吧？应该大家应该是吧？对，因为就是你也没时间玩了。你们那么常看，我怎么光看那么低？可能我真的也不够认真啊，就是我觉得我还要，因为有断续。对，我觉得我应该会再更努力，而且你要知道，年纪大了，实在是体力可能也没那么好。有一点，我们刚刚拍这影片，要先休息30分。然后先休息一下，然后先休息，等下拍。对，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开始拍。最后还是祝大家新的2021年会很平安、顺利、开心。那我觉得平安跟开心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觉得所谓的成功啊，干嘛，就是你的标准到就好。因为要平安其实不简单呢。平安健康，在2020年，我现在开始觉得平安健康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希望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还是能用一个发型师的姿态陪伴着大家。我应该就会一直拍到老吧。开始教大家白头发长出来怎么补染。
我今天上这支影片只是回顾，其实我们这一年真的做了好多事情，拍了好多影片，然后做了很多活动。那中间其实我也不断的讲课，就是真的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事情。我真的是来优卡，我真的是觉得今年很丰富，特别忙，特别丰富。就是你说我们好像隔多久就有活动，隔多久就有活动，对。然后因为公司现在又有在就是更成长，对，真的是有感觉到。如果大家对我们公司比较好奇，你可以到我们公司官方的 IG。因为那里真的有我们更多的作品，对，我们现在很多作品都会放在那个上面。然后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年我们 Podcast 的那个频道也不只会有 Podcast， 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更大的企划，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对。好啊，我们就干脆跟大家讲 Podcast 的名字叫什么好了啦，因为我现在已经想好，我们的 Podcast 就叫做哈拉美法院哦，然后所以我们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应该也会叫做哈拉美法院。那我们虽然定期都只想上 Podcast 的东西，但是我们想要大概每一季都会有改造的嘉宾，然后我们会邀请我们几个设计师一起帮他想一个很完整的改造，然后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就是一个真正的企划哦，就是比较完整。对，就可能不会只有我跟你，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同事，然后一起参与，可能会有阿扁啊或干嘛，就是我们一起去帮一些人完成改造。那些人是？我们可能会去先找好我们要改造的人，哦，就是一起做一个企划。不知道就是这个企划还没有想好，反正这个更完整更大。对，我们想要把它做成一个改造实境秀给大家看。就是更真实的。那我这个频道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小改造，但就是那个另外一边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企划。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一直希望有卡很多人都可以一直在这个频道上一起活跃。就是我们公司的同事。那如果大家能聚在一起，应该很好玩。一定很触鼻啊！因为我们现在也蛮多同事在拍 YouTube 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其实你键盘按一下订阅，真的也不用钱。又是订阅，还是订阅？好，那拜托，只要人家订阅呢，这一下下就20了，就这样，拜托。不过你们真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还想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虽然我不一定会照着你们说的拍，我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灵感。上次就是有一个人在 IG 问我问题啦，然后我就想说，好，我拍啊，我真的拍了呢。你是因为他这样讲才拍？对，我真的是因为那个 IG 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好难用文字跟他讲，我就好，那我拍一支片好。这位网友成功了。2021年不知道 YouTube 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局势，但我们现在就是会，你知道，永远的在这里奔驰，在这里 hold 住。因为说真的，我的梦想还是在外县市开沙龙，就是我想要在台湾其他地方开沙龙，所以我还是需要有更多人支持我，对，更多人支持我。最后有很多人问我说会不会出男生的书，但目前出版社还在讨论，就是可能就是再看看，因为写书真的蛮累的。因为今年我觉得我有花好多时间在整理那个书就是要写的内容物很多，所以男生的内容我也还在想，如果出版社有兴趣的话，我就会出版。对啊，如果有啦，但是现在还是就是以这次出的那本女生的为主，那本书就是都否女生。不过说真的，你们不觉得一个发型师出书听起来很了不起吗？蛮屌的，对不对？是蛮屌的，就是蛮屌的，就是这的确是我这一生中的梦想清单之一。这也是，我觉得是呢，因为我以前就是想说，应该有一天我能出书吧。如果我很有努力的话，结果就出书了。想到这样，就真的是希望大家，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梦想，或者是你有一点点的欲望，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讲梦想，欲望，你不要忘记它，你一直把它放在心里面的一个小地方。那如果有一天机会来了，你就会抓住它了。真的，因为我也是有一天打开信，然后就他说：“你好，我是角川出版社，然后我要找你出书。”然后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诈骗的人，那种真的假的？然后我就回答说：“那我要付钱吗？”他说：“不用啊，当然不用，那个是我们出版社要出的书，是你是作者。”我天哪，我要变作者了！所以那天应该很开心吧？就是我就跟我老婆说：“有出版社找我出书，你觉得我要出吗？”她说：“看你呀。”然后我心里面就是我很想出，你心里面就已经想，然后还要故意面问，我就很想啊。可是我就觉得说，天哪，我真的能吗？有时候我跟大家一样，都也是会需要获得那个肯定吧。就是希望大家鼓励。2020年，我觉得我完成了很多自己的想象的清单。那我们公司也成功的展店发展，然后也出书，然后也办了那些活动。所以在2021年，我应该会继续的寻找
我以前的那一些梦想，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完成，一个一个抓出来。其实我觉得人不是没有梦想，有时候只是你忘记了而已，或者不敢去正视那个梦想吧。我觉得会不会？有时候就觉得可能就过了，就没有想到。或者我觉得那个梦想有时候是自己，你觉得你可能做不到，对，然后就会潜意识的把它忽略掉。会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你就会假装不见啊，因为好像没达到很丢脸。对，但它其实在，不要放弃。人生这么多的机会，就是你就试看看吧，就是你就一直努力，一直前进的路上，总是会遇到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机会总会出现啊，我觉得。真的哈，对啊，我觉得会。而且我说真的，如果不是 YouTube 的关系，我觉得我这辈子还是不会出书的。就是谁知道呢？就是真的不会啊，对，真的不会啊。谁认识我就谁知道这个时代变成怎样。所以我也真的是感谢当上 YouTuber 的这一刻，就是不然谁知道我今天能这样？虽然我也不是说多伟大了，但是我觉得我完成了我的梦想清单，我自己在我心中是个伟大的人。就是我的伟大，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人，但是我成为我心中自己伟大的人，这样我觉得这样就够。我希望你们都能成为自己心中里面就是那个伟大的人。你的伟大不需要为了别人，对，就是要自我肯定。对对，你只要觉得自己很棒就好。因为2020年就要过了，或许你这一年过得不是那么顺利，然后或者你也很开心，那我就很替你开心。如果这一年就是这些影片有让你得到一些知识，或得到一些帮助，或让你感到有一些愉悦，那我觉得我们很开心。如果说你这一年或许还有一点点不开心，或者是还有很多事情沮丧，我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有下一年，反正快要到了。我觉得，真的嘞，真的快要到了。那新的一年就有新的开始，你就开始想说，好吧，那我今年就要干嘛？就像你看，我虽然出书了，可是我今年也没有达到我的订阅数啊。不过没关系，我就明年再来，明年再努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遇到不开心或沮丧的事，我觉得真的让它过，让它过。我觉得真的是放开心，让它过，你反而会更好哎。你们不要再去纠结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东西，它总是会过的，好吧？对啊，如果你过不了，你就看看下面有多少留言在骂我。我们也很常被骂。好啦，2020年最后一支影片就到这里了。那希望2021年的时候就大家继续支持。那这支影片之后呢，我就要赶快拍2021年的影片了。感觉过几天就要拍了。哎呦，这也太没有那种真实感了吧？讲的好像这个整个要大结束，就过2天就要开始了。刚刚讲的好像很年末一样，没有2天后又要拍了。我告诉你，2020年最后一天就是31号，24小时一过，1月1号就是2021年，你没得逃的，好不好，各位宝贝？最后，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然后希望你们也因为成为卢小小而感到很骄傲。OK，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下次影片见，拜拜。